大家好，我是山脚妮儿。今天想来分享一款我在夏天很喜欢做的西葫芦玉米欧包。第一次做西葫芦欧包是几年前看德州农民的博客学来的。今年又到了盛产西葫芦的季节，所以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个，然后就失败了好几个。为什么呢？以前明明做的挺好啊。我有点不甘心，思来想去，我琢磨了几个原因。如果你也很想尝试蔬菜入面包，那就不妨来一起分析一下。然后在视频的后半部分，我也会展示一个比较完整的欧包制作流程。首先，西葫芦是一个含水量非常大的蔬菜，我们用它也正是希望利用它的水分，同时增加一点蔬菜的摄入。在面包的含水量方面就需要调整，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第一个就是首先用一点盐浸泡西葫芦，挤出多余的水分，这个在后期的操作上比较容易。第二个是不挤水，因为我比较想保留它的水分，所以倾向于这种方法。那么面团的含水量就要事先控制一下。目前我是先加入60克活跃的酵种和210克水，然后加入300克面粉，把它们混合均匀静置，也就是相当于先加入了70%的水量。接下来混入擦成丝的西葫芦，还有盐6克。在你揉捏面团的时候，西葫芦会出很多水，相当于一部分后加水，需要一点耐心把它混合均匀。但我一开始很贪心，西葫芦的量比较大，我试验了从200克、150克到90克，我感觉300克面粉加入90克左右不挤水的西葫芦丝比较好，否则面团太湿黏，口感也不是很好。如果非常想消耗西葫芦，就干脆做快手的西葫芦蛋糕 Zucchini Bread。这里其实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做欧包含水量越多越好吗？且不说每一种面粉吸水性的差别，太多的水量对操作是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面团总是很粘手，我的建议都很简单，那么就是先减一点水量试试看，起码把面包给做起来。我总觉得如果无法享受做面包的过程，揉面很不舒服，那么结果也不会很开心的，就失去了乐趣。说完水量以后，再来说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温度。家庭烘焙温度不好控制，很容易忽视。前阵子家里的温度飙升得非常高，我也有点体会了热带地区的朋友做面包的痛苦。这时候的面团真是经不起折磨和等待，经常的发酵过度，面筋结构也很脆弱。反过来回想我这几次的实践，我感觉水量高的面团发酵也会更快，就更加需要注意一下。这几个欧包做下来，基本上出炉都比较接近大饼。同时我在整形的时候又加入了奶酪，奶酪融化以后更容易形成空洞，但上层比较长的这个洞洞，我感觉还是发酵过度的表现。最后想说说什么样的蔬菜加入面包更容易成功呢？比如我们经常用到的土豆、红薯、紫薯、南瓜，这些严格上都不算是蔬菜，它们会让面包更加的柔软好吃。另外，菠菜、甜菜、西葫芦、黄瓜这些富含水分的蔬菜也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太多。混入面团前挤出多余的水分比较好操作。另外，我还试过加入奶酪、黑芝麻、小茴香，做成更有风味的面包。最后，我用黄皮的西葫芦和新鲜玉米做了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进步的面包。做法流程上极简到不能再简，先把酵种、水、面粉混合均匀，静置约半小时，然后加入西葫芦丝和玉米粒儿，揉匀再次静置30分钟。接下来我只用了3次折叠，然后整形。玉米粒儿是事先煮熟的，给这款欧包增加了自然的香甜，特别推荐。西葫芦当然还是贡献了水分，夏天的蔬菜总算没有辜负。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欢迎跟我分享。下个面包再见。